珊珊，你也该向我们交代清楚了吧？好歹你都已经过了试用期了，你也没什么可顾虑的啦。3个月，总该有些信任和坦白吧？正是这个意思，同部门同事之间更加了解彼此，总没有坏处吧？而且我们哪天得罪了大红人，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就是，珊珊，我们实在是看不透了，你的靠山到底是齐帅还是大老板？哎，我跟大老板跟齐帅都没有关系的。怎么可能没关系？你没关系，你就3天2头去老板办公室吃午饭，然后齐帅还能来找你啊？就回答我们2个字：老板还是齐帅？说呀，说呀，你快说呀你！哎呀，够了！你们有完没完了？不是特别好。我们看一下第5条的第3行啊。进。那个齐帅，大事不好了，珊珊她跟别人吵起来了。什么？哎，你们千辛万苦的考进丰能，就是为了讲这些无聊的八卦吗？说什么呢你？舌头那么长，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个机器？你们比的谁说的好？人家珊珊关你什么事？怎么不关我事了？她是我女朋友。啊？你怎么稳定了？你怎么不能好？出什么事儿啊你？我修得好了你？谁修？你修你来我修得好了你？我修的吗？不是我说，你们都挤在这小小茶水间，是干什么呢？啊？都好奇是不是？行，那我告诉你们，珊珊啊，目前跟大老板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是，就是有，那跟你们也没有关系啊，是你们工作的重点吗？我知道呢，你们职场八卦在所难免，但也得有个度，是不是？都是一个公司的人，你们这样吵吵闹闹，影响多不好啊！可是他说他是他女朋友。就是呀，刚讲的火手电灯泡，凭什么？就是我女朋友。凭什么去了说啊？人家承认了，不要脸的他说。不能再说了。走，你们走呀，等一下，我们手开，等一下，放开！不行呀。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行了行了，都散了，工作去吧。快走吧走吧走吧。够爷们。你，到下一班。啊？不可理喻！明明就是你叫人家来的，搞得好像我们爸扒着你似的。好了，就在这一次，我要把心里想说的全部都说出来。现在我也是正式员工，想开除我也没那么简单。哼，挑菜虽然是我的特长，可我也并非只有一技之长啊，而且也不能这样没有尊严的使唤我。不管了，就这次了，我一定要说明白，要么不再挑菜，要么就歇菜。哼！我就知道会看到你。我就在想啊，老板今天恐怕又没有心情吃饭了。他每次一跟你吃饭，心情就会好多了。你愿意来真好。今天，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
明知山有虎，要不要向虎山行呢？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天，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今天的菜色有糖心莲藕、东坡肉、玉米炒黑豆，还有桂圆西米露。你不爱吃糖心，就把莲藕留下，把糖心剔掉。东坡肉呢，会把肥肉给你剔掉。桂圆西米露是你的最爱，把我的那一份也给你。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你不喜欢吃黑豆，以后就别让你家大厨再做黑豆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再给你挑了。菜贴好了，过来吃饭吧。不合胃口。但是今天从你脸上看不出任何好吃的表情。老板，你今天心情不好啊？我看是你心情不好吧？你还关心我？那个杜凡，他真是你男朋友？不是的，不是的。其实他是我同期的好朋友，只是看不惯那些同事欺负我、嘲笑我，他才站出来说话的。杜绝流言。流言？跟谁的？是跟齐帅，不是，是郑总监的。不过这不可能啦，怎么是真的呢？你还是专心吃饭吧，少说话。今天菜怎么那么难吃啊？你得问你家大厨。哎，他们家咖啡不错，你尝尝。
尚怡呀，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儿。真的很抱歉，今天我借了你老公用了一下。我哪来的老公啊？你真逗！网络上的老公也是老公啊！哎，你们不知道，今天杜凡当着所有对我酸言酸语的同事面前大喊我是他的女朋友。你不知道，杜凡今天可 man 了，一起更是没话说，还惊动了财务部、齐帅，甚至大 boss。但是杜凡依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呢，我还是有义务要跟你解释一下啦。杜凡最喜欢的是你，你才是他的最爱，不要生气啊！哎呀，好啦，他都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你是他女朋友，他喜欢的就是你。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你肯定会气的说咱俩是女女恋的。那么严重啊？哎。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有人给你出气就行。你只要我在，我没准就去打他们了。哎，珊珊，你刚才说这齐帅和大老板都被惊动了，那这齐帅什么反应啊？齐帅一定会误会吧？哎，我当时真的很想当面跟他解释清楚的，但是大 boss 在那儿，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哎呀！齐帅肯定会误会的，哎，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双爷，齐帅误会我了，怎么办呀？我想想。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他也不一定。据我感情专家的经验，一个男人要是对一个女人有感觉的话，这个女人越是抢手，这个男人越在乎。这不挺好的吗？说不定明天齐帅就跟你表白了。哎，就你这种闭门造车的情感专家，还是免了吧。珊珊，你可别听他的啊！我告诉你，这要解释早点解释，这越拖事儿越大。你现在就给他发个短信。快。怎么了？完了！人事部劝导公告：鉴于近期办公室内流传私人绯闻，严重影响职员工作效率，人事部再次郑重倡导正确的职场工作态度与道德理论，禁止正常同事情谊以外的私人情感交流。这不是就给你量身定制的禁爱令吗？这下篓子捅大了！哎，我问你，怎么回事啊？禁爱令啊！哎，我说你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大 boss， 啊，怎么就这么小肚鸡肠、小心眼儿？还出什么禁爱令？我拜托你想想好不好？都不用我这个高手出手，你都能想到，这个薛珊珊跟杜凡肯定没戏。我只是提醒集团员工要重视工作效率。我请他们过来不是聊八卦的。我听到的传闻，怎么是你跟薛珊珊好了？我？不会吧？不是我听到的，可是你跟薛珊珊啊。你听谁说的？自个儿瞎猜的吧你？你别瞎猜了。我跟你说啊，你多跟阿妹他们去聊会儿天儿。每天可是大 boss 您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跟你共进午餐的。哥们，我得劝劝你啊，这能打啵的时候，千万别只是拥抱；能拥抱的时候呢，就别只是牵手了，得积极主动。这薛珊珊啊，可不是什么高级名媛，谁都可以追的，追她的门槛并不高。虽然说呢，
你是其中最优秀的，但是你觉得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感情，你觉得女孩会有安全感吗？还是你压根就不敢主动？才不是。哎呀，既然不是，那你就追啊！用正常的方式去追人家，这样薛杉杉在公司也好做人，也不至于闹出今天这出嘛，对不对？我现在已经能量复活了，你要不追我可追了。加油啊！嘿，你是不信我是吗？哎，真漂亮！你看这灯。哎，我跟你说啊，你天天在办公室里眉来眼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要我说啊，干脆办趴儿。办趴儿？我每年都办趴儿的。圣诞节的时候找好多出版社的朋友来。今年你不是在吗？也加你一个呗。你呀，可以把你正畸先生叫来了。你要是觉得尴尬，我可以多叫几个朋友了。至于那姓杜的，你愿意叫也可以把他叫来啊。亮亮，你说呢？你说呢？双姨，你说这禁爱令才颁布几天呢，你能不能消停一下？你们两个脑子瓦特了。禁爱令那是公司内部颁发，咱们现在是外部的事儿。再说了 ，party 跟他没关系，多叫几个朋友，没准在 party 上就能成几对呢。你这就是非礼，想约杜凡直说呗。哎，那你说要约个杜凡，他是算你约呢，还是算我约呢？随便。行，我约就我约，怎么着？哎呦，就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呢？你可以约几个美女漂亮、美丽可爱的女孩子，这样你的情敌就少了嘛。哎，胡说什么你啊！讨厌！怎么样？你说呀？哎，对了，柳柳，那个，不如也约你的男朋友来家里坐坐吧，啊，这样认识也不愿太尴尬，对不对？啊，那个，哎呀，好男人不能看得太死，你们都是好姐妹，放心啦。不是啦，他最近工作挺忙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扫兴。不至于吧？圣诞节晚上还要加班吗？哎呀，柳柳，我上次就是在你搬家的时候那么惊鸿一瞥的眯了一眼。哎呀，男朋友不带给好姐妹来鉴赏，可说不过去了啊！啊，对呀，别那么小气。好啦，我问问他吧。决定了，耶！那我们到时候。这些文人真是矫情，谁跟谁做，谁不跟谁做，谁跟谁还得背着做，啊，头都想破了。你这一大早忙忙叨叨干什么呢？哎呀，这个是书店圣诞夜的开幕 party。哎，哥，你要不要约那个薛杉杉一起出席啊？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约薛杉杉？你什么时候去管理书店了？因为呀，丽叔在欧洲圣诞节买不到机票，所以呢赶不回来，我就替他代为打理书店。那珊珊嘛，我是觉得她人好可爱，想多了解一下她。到底约不约嘛？我要出国谈并购。并购？哪个呀？韩国 KM。圣诞夜出国谈并购。啊，那我们延庆也要去啊，那没人陪我过圣诞节了，我会好孤单的，不行。哎呦，没事，咱们今年的跨年好好过，行吗？燕青，你先不用去，我和郑琪一起去，看看对方的实力。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行。放心吧，我也让自己冷静一下，好好的想想。冷静啊？你是指 KM 还是薛杉杉？我亲爱的妹妹，太聪明了不好。情绪太过复杂的
什么样的 party 没见过呀？要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出席呢？干嘛呢？阿佳，走，干嘛不进去啊？珊珊，我非常理解你，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想，老板这么做，那也是因为吃你的醋呀，这样才会下禁爱令嘛，对不对？哎，老板这么做，当然是有点过分了，有点公私不分。可是吃醋的男人实在是超帅的啦，珊珊，我都羡慕死你了。所以你就别生老板的气了。正所谓床头吵架，床尾和嘛，对不对？而且呀，这算什么禁爱令呀？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示爱嘛，简直就是浪漫死了！阿佳，你在说什么呀？怎么了，巧巧？珊珊，你是不是跟老板闹翻了？就是，怎么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啊，所以以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们尽量的压榨我吧。珊珊，对不起啊。其实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个禁爱令事关重大。再说了，我们进这个集团，不都是为了想找一个青年才俊嫁了，所以才……是呀，所以你看，现在颁布这禁爱令，摆明了就是让全体男职员名正言顺的恢复单身嘛。那最受苦的还不是咱们女性同事，不是？哎呀，珊珊，珊珊，我说你就去跟老板说说，让他收回成命，行不行啊？哎，拜托各位姐姐啊，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谈恋爱的。并且我是一个小小财务助理，我怎么跟大老板说呀？难不成我要跟大老板讲，老板，请允许我们在办公室谈恋爱吧，请允许我们把办公室改成《非诚勿扰》演播厅吧。哎呀，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珊珊。其实呢，你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我们也能理解的啊。理解。你想啊，两个人看对眼了，他们总要发展地下恋情吧？这恋情一旦地下了，对谁都没有保障，是不是？对，就是这意思。你看，大家不能宣示主权，天天搞得人心惶惶的，你说谁能认真上班？你说是不是啊？说的也对啊，工作环境来来去去就这么多人，不跟同事谈恋爱，跟谁谈恋爱啊？就是啊，哎呀，不要搞到最后我们都成剩女了。万一齐帅也用禁爱令这招拒绝我，好吧，再怎么说这次祸也是自己惹的，我去跟老板坦白从宽。那我去试试看吧。珊珊，今天老板不在啊？不在？对啊。那下午呢？老板出国了，跟齐帅一起走的。啊？齐帅也去了？对啊。我什么时候回来呀？老板打来的。喂，老板。阿妹，帮我补上过去3个月对韩国 KM 的营业报表。好。过去3个月的，马上。老板，薛珊珊找你。找我？他什么事啊？没事，薛珊珊说她想你了。老板，我已经发过去了，你看到了吗？哦，好，谢谢。谁啊？谁找你啊？没事。看来我的决定
是非常正确的。什么决定？出国。阿妹，你说什么呢？我觉得你挺想他的呀。我没有。你不是特地上来找他的吗？哎呦，臭阿妹，好丢人呐！等大老板回来较真了，我还得继续当挑菜工吗？啊，更惨的是，圣诞 party 还要不到郑琦。哎，你们快来看，这是齐帅跟那个韩国明星现在好红的那个女的。哇，今天遇到大方美丽真女人。真女人，我们就不是真女人了。就是呀，真是有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哦。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呀？这假鼻子假眼睛的，一看就整出来的。算了吧，像我们这种啊，既没有钱又没有勇气整容的女人，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齐帅真的是吃肉的啊！吃肉怎么说啊？你想呀，这我们大老板一定站得远远的吧？你看看这个齐帅啊，派对上刚认识的，这就懒腰贴脸了，这还不是吃肉的？哎，就是。不过呢，这话说回来，高富帅就是肤浅，哎，就喜欢这种韩国明星。像我们这种呢，原汁原味、纯天然、无添加、非转基因女人，怎么就吸引不了高富帅呢？不要再自恋了啊！齐帅。继续。好啦，齐帅啊，我进公司有3年了吧？这期间啊，听到齐帅的女朋友起码有7、8个。哇塞，真好！什么音乐家呀、舞蹈家呀、模特儿，那个个是乱花飞舞、八仙过海，搁一块儿那就是一个中华小姐大舞台。哇，这么爽！哎，有没有我们公司的？怎么可能？齐帅的习惯就是不吃窝边草，更何况我们公司这些人，怎么可能跟他前女友那些比啊？像我们这些庸脂俗粉啊，就只有做报表的命了。哎，是了，齐帅呢，他就是个帅，对不对？是。我们呢，就是一些虾兵虾将。怎么能高攀得上齐帅呢？哎，不过只要3天，给我3天就够了，能够做齐帅女朋友，就算被他抛弃了，也死而无憾。哎，珊珊，怎么啦？哎呀，人家珊珊眼界高，没有兴趣听呢。这么说啦？小兵小卒只是用来守卫帅的，不是用来跟帅谈恋爱的。一开始都知道了，不是吗？我现在在难过什么呀？现在只有柳柳才能了解我心里的痛。大姐，我跟你说了，那只是朋友。朋友需要每天接送，怪不得你最近总早出晚归。我加班。哼，那照你的意思，只要是加班的，你就要挨个送个遍。还有说姑奶奶，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我薛柳柳就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我现在就来给你讲道理。你这什么道理啊？你刘成浩，我告诉你，你是个男人，你得对你自己的事情负责任。我现在身为你的女朋友，而且我们俩还在一家公司，你做这样的事儿，你让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啊？薛柳柳，我到底干什么了？你看看这对情侣，从搬进来就开始吵吵闹闹，这女孩看着挺文气的，怎么会这样？以柳柳的个性，肯定不愿意我看到她跟尤成浩吵架的样子，说不定还会好胜的干脆分手。这样场面更难处理。我还是找时间再来问她吧。你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了不起了？你就可以当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吗？你视我为无事是吗？薛柳柳，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她只是朋友而已。像柳柳这么优秀的女孩，也守不住尤成浩。总自卑的男人身边，女人还怕少吗？光是那个谁，人家根本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就算是注了水，那人家也是一块注了水的牛肉。我呢，顶多也只能算是菜市场里哪家没有牌子的猪肉，连注水的必要都没有啊！
我怎么会幻想自己能跟郑琪交往？郑琪人是好，可他对每个人都好，从来都不是特别的对我好。难道我真的是情商太低，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吗？好吧。啊，谢谢你啊，这一来我就可以参加那个 party 了。去的。珊珊，我今天晚上有个大学同学聚会。好吧。耶，珊珊你真好。珊珊，大老板不在，可以跟朋友聚餐了，要不跟我去联谊？好了，没有。太感谢你了。嘿嘿嘿，真好看，真好看！你把这放上，对，这样。哎，来，我把电插上，看看怎么样？咱们的作品就完成了。耶！哎，你把这个、那个，你给放上。对，这么缠，从上往下。你别拿金的，你拿别的颜色，笨呢你。这个？对啊，可以。哎，我有一个好办法，你别动，你把手这样，对，这样，别动啊，千万不要动哦。哎，哎呦，你别动，我还有一个好东西，你别动啊。那个，珊珊啊，你说咱们公司现在颁了那个禁言令，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我知道啊。哎，这样也好，以后你就不用再做我假男朋友了。来，我帮你吧。开张了。你好，欢迎光临。你好。哎，珊珊，失陪一下啊，慢慢开。方小姐来啦！恭喜你啊，新书店开张了。哎呦，本来是要邀请你的，但是我哥不是出国了吗？就怕你一个人过来了，没人认识也不好玩。来，都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作家，点都没意思。是啊。来，跟我聊聊吧。哦。珊珊，圣诞夜没跟朋友出去玩啊？月底结账忙，留下来加班了。怎么那么没人性呢？平时加班也就算了，圣诞节还不放过你们。实话告诉你啊，丰坛那个老板，他会把人给榨干的。珊珊，知道你辛苦，在公司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你不要一生气就不理我哥嘛，跑去跟别的同事好了。你说你跟那杜凡怎么回事嘛？果然是集团千金，就算不在公司，也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那个，风小姐，你不在公司，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实话的啊。其实杜凡是我室友的男朋友，那天他那样只是替我解围而已，我没有关系的。我说嘛，这样就太好了。其实我哥这个人吧，是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其实内心很柔软的啊。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呢，你就打电话给我
啊，我不是他的员工，我不会买他账的。谢谢你啊，风小姐。我在公司其实还挺开心的，你可千万不要跟老板说我有任何抱怨哈。风小姐，那边张作家找你。好，那你先去忙吧。我也该回去了。那个室友办 party， 我也得去帮忙。好，那你先走吧，路上小心点。我走啦，拜拜。拜拜。柳柳，你怎么坐这儿了呀？其实我不在意程浩他偷腥，我们俩本来性格就不太合适，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勉强，只是总经理程浩他爸一直对我都特别好，在工作上也很支持我的，再加上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所以说我宁愿待在这儿跟他耗着，也不愿回家面对我妈。其实我最近仔细想了想，你说我这才多大呀？刚从我妈那个坑里跳出来，就跳进了另外一个坑里。我的人生可不该如此啊！所以，我决定等过年回家以后，我要跟尤世浩讲清楚。珊珊啊，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啊？觉得我之前对我的人生那么的不负责任？怎么会呢？不会瞧不起你的。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份虽然平平淡淡却很幸福的爱情，还有一份比较珍贵的友情。但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爱情。因为幻想成分最多，所以我反倒很羡慕你，最起码你能知道你自己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不像我，傻乎乎的，只会发花痴、迷恋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嘛。可是，迷恋有迷恋时的美，总不会像恋爱时这么辛苦吧？但是我决定，从今以后，我不再迷恋了。我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我当初来上海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所以我决定，从今以后，除了工作，我什么都不想了。好，就这么办吧。嗨。
齐帅，这是我给你倒的咖啡。啊，谢谢。坐。哦。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风灯还没回来呢。啊？为什么要提大老板啊？齐帅，我这几天人生有了很大的突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迷恋你了。之前给你造成了困扰，我深感抱歉。薛珊珊啊，说实在的，我挺喜欢你这个人的，但是喜欢啊，不是爱，你懂的。懂，当然懂了，尤其是这几天，我特别的懂。谢谢你这么诚实的告诉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你依然是我心中赏心悦目的偶像。不谈感情啊，只是纯欣赏而已。其实啊，当你放弃了一棵不属于你的树，你会发现有一整片森林都在等着你呢。谢谢你的祝福，但是我决定了，这段时间我会多迷恋自己一点。那我去上班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徐珊珊，加油，一定办得到的！加油，加油！我回来啦！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喽！哎，我先走了啊！大家新年快乐！等一下，拜拜！走了，拜拜！拜拜！哎，等，晚上去哪儿？去看演唱会。好，走，我们走啦，珊珊，拜拜。拜拜。这几天不用到大老板办公室吃饭，也不用再听到什么流言蜚语。禁爱令真好用啊！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像一般上班族，过着当初来上海想要的生活了。灰姑娘的梦醒啦，没有王子，没有南瓜车，也没有水晶鞋，可是脚踏实地的感觉真是好啊。今晚是跨年，不过奢侈一点，搭出租车回就好了。不过现在，上海的夜景好美丽啊！没想到在上海过的第一个跨年，居然这么安静。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以为今天晚上没有人来的，我不是故意闯到你的地方的，对。倒数了。在懒洋洋转着，很不寻常。天和心情都是。其实之前每一年跨年，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火。希望你听着。好不现实的感觉啊！这是在做梦吗？不对，难道童话故事真的存在？这才是灰姑娘真正的版本。大老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分走你一半烟火的，我也不是故意要闯到你的地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马上就去。写上这诗句，我是一片云，不愿投影你我心。其实这里早就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像枫叶的海上，各有各的方向，也许是偶然，就会互放的光亮。这是场什么样的梦啊！我居然和大老板跨年！我是一片云，偶然投影你我心。不对，老板刚刚一定是想吓死我，而不是想抱我。许先生，你快醒醒，快醒醒！大老板就像刚刚的烟火，很美。但是很遥远。喜欢烟，你可以拥有烟；喜欢火，你也可以拥有火。但是喜欢烟火，你就只能拥有迷恋后的失落，热闹后的寂寞。徐先生。我送你回去，大门口见。越是大敌当前的时候，越要镇定。这些情侣能不能低调点啊？不是有一句话吗？晒幸福死得快。哼。老板，我到了。那我先上去了。
慢点。拿着。谢谢老板。外面天冷，快点上去吧，别把礼物冻坏了。元旦快乐。你是猪吗？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那我就当你答应了。你答应什么了？啊！午餐！啊你啊！下班了！啊！珊珊，你怎么了？珊珊，你咋啦？大 boss 好像在追我。快来！不少。他是双鱼座吗？不是。你哪来的资讯说大 boss 好像在追我？这样的话呢？啊，这要不是你胡思乱想，也不是你白日做梦的话，那我就遗憾的告诉你，赶紧辞职！你们大 boss 是个大变态。哎，陆双怡，你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啊。是不好听，我这叫话糙理不糙。他一个丰腾集团大老板追你个财务小助理干嘛呀？怎么着还给你娶进门当疯太太？想也想明白了，大鱼大肉吃惯了的公子哥，想尝尝你这清粥小菜的滋味儿。我告诉你，老资本的人那都是肉食主义者，老板级别的那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到时候你被啃得连汁儿都不剩。你见过这么肥嫩的清粥小菜吗？所以才可口嘛，吃嘛嘛香嘛。哎，而且你们公司不刚颁发完那什么禁爱令吗？这不矛盾呐。我告诉你，办公室恋情不欢而散以后，牺牲的几乎都是女孩子。古人云：士之耽兮，犹可脱矣；女之耽兮，不可脱矣。明白吗？他也没文化。就是说啊，你一个小助理，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你们大 boss 的话，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所以说，不如现在有骨气的走。啊？你怎么不明白呢？那合着大老板追我就是为了炒我，是这个意思吧？这说法也太奇怪了吧！哎呀，珊珊，你不是说你要停止迷恋吗？六六，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不能大老板一回来就影响了我的人生步调。如果想施展美男计，就想让我继续当敲代工的话，这太小瞧我薛珊珊了吧？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
是大资本家啊！打一棒子给一天脑的手段运用的如此熟练。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那我就当你答应了。老板也太不厚道了吧！大棒加金元宝外加美男计，糟糕的是，我居然中计了。不能给这些糖衣炮弹所打败，明天就把它还给大 boss。薛珊珊，你要淡定。就这样把礼物送还给大 boss， 会不会太失礼了呀？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再倒回去，老板不会生我的气吧？大不了用加班费抵保养品，这样总不算白拿吧？这些字母一个个的我都认识，站在一起，这什么意思呢？是法文吗？就这样把保养品放到过期吗？不行，毕竟这是以后我 N 年的加班费换来的。给他抄下来，明天问琳达不就得了？琳达，珊珊，来找老板吃饭呢？啊，不是，我是专门上来找你的。找我的？那个我朋友总给我带来一些保养品，但是上面写的什么我看不懂，所以想请你帮我翻译一下。啊，是这个牌子的保养品啊！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用过的，国内没有进口的。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跟他说这是大老板送的，可连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是啊，我这朋友真够意思呢，出国还帮我带小礼物。什么意思啊？这是，珊珊，这上面写的是法文，老板的法文很好的。啊？薛珊珊，我请秘书是替公司工作。进来吃饭。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我这又吃又拿的，却要拒绝帮人家做事，好像很忘恩负义。Le quagma recomodação que diga Honda Max。可是如果不拒绝的话，将来还得继续吃，说不定还要继续拿，循环反复，那我岂不是要从挑菜工变成包身工了？不行，宁可做小人，也不能做包身工。前者是人格问题，后者可是人生问题呀。实在不行，你可以问百度啊。把这个拿到公司来，你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看不懂法文很丢人吗？忘记问度娘很丢人吗？我不过就是个小财务，拜托老板大人，别再用超高的标准要求我了，好不啦？再说了，丢人也是我丢人，干你什么事？过来。这第一个是毛孔收缩嫩肤精华，第二个是成分，第三个是茶树萃取液，第四个是甘油，这最后一个是透明质酸。记好了吗？啊？把你招进公司来，
真的是人事部的一个大问题啊。是吧是吧？你就尽管打击我的能力好了，证明我只能胜任挑菜工一职。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大老板现在低头写字的样子很温柔？明明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肯定被下蛊了！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啊？好了，谢谢老板。吃饭。有了。老板，为了提高专业水平，为了将来可以为公司更好的服务，我打算考 CPA， 所以中午我要好好的复习，所以中午不能再来当挑菜工了。所以你嫌办公室太吵了，要从明天开始，在我这里复习。薛珊珊呀，薛珊珊，就你这智商，也就真的只能挑菜了。你居然跟大老板说要考 CPA， 你这不是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吗？很高兴各位媒体还有在场的观众朋友能够跟我一起来见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原来袁丽书小姐就是蒋元先生追求的心仪对象，同时呢，她也是北京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丽书店的女老板。那现在呢，她在上海开了分店，可以说她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人。那让我们跟着摄像机镜头一起看一下现场的盛况。求婚的时候，袁小姐可以为我按灯，一定会的。转身。袁小姐，该不会就是风月提过的姐妹淘吧？哇！还有名主持人加持求婚，果然能赶上老板的都不是简单人物。
丽叔，我爱你，嫁给我吧。哇！我怎么想起大老板？丽书店刚刚开幕不久，谢谢你带这么多的媒体记者，还有朋友来捧场。什么？怎么是这样？曾先生，你这个小伙做的太大了。丽叔，我费尽心力的办这么大的场面，绝对是诚意十足。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跪着呢，沈先生，对不起，谢谢，谢谢大家。什么情况？拒绝他？你总是找各种的理由来拒绝我。你说你有心上人了，但据我所知，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你说我大老远的从北京赶过来，说这场面这阵仗，你还不满意吗？ 我没有让你做这件事情。算我求你了，行吗？我好歹也算是有名声的人，说当这么多媒体的面多没面子，你就答应我吧。婚姻不是面子问题，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面子，做这些事情之前，你就应该想清楚。那就是里子的问题了。我的才华，您是能看得见的。人要是不对的话。 里里外外都是问题，这下明白了。哎呀，你就别笑了，我都快丢死人了。 其实真的还好，哎，我还以为这些媒体记者是你自己花钱雇来给咱们书店造声势的呢。哎，你跟那个知名主持人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他就是我们北京书店的一个超级 VIP， 也不止一次的帮我们丽书店做宣传了。人呢倒是挺好的，也客客气气的。我对他就是正常。 人家知名主持人呢，刚才我上网查了一下，学历、背景、经历都不错。虽然说这求婚仪式土了点儿，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既然你觉得他这么好，那要不你跟他试试？哎，袁丽树，你这样说对得起元庆哥吗？讨厌，我说正经的。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我这北京的书店啊，刚刚找到人跟我管理。 我这回了上海，还准备好好的打理一下，休息休息呢。哎，工作跟嫁人、男朋友可以两不误嘛。哎呀，我这哪有心思想这些啊？这北京的书店刚开，我还准备做出点样子呢。你说你跟风腾在上海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我要是不做好点儿，那不是给你们丢脸吗？哎呀。 当初呢，让你进公司帮我哥，你不愿意，说要自主创业。现在呢，又把自己逼那么紧，到时候你嫁不出去，可不要说是咱们封家害的啊！不承认的。哎，我还以为你在为我的幸福着想呢。哦，搞了半天，你是觉得怕自己有愧疚感啊？哎呀，这说起来啊，本姑娘不是不嫁。 这要嫁的人呐，哼哼哼哼，吓死你！快快快！哎呀，赶紧吓死我啊！你说他们怎么还不走啊？要不我打电话给我哥吧？哎，你别呀，你能别把事儿闹这么大吗？我这刚回上海，我可不想一见他就挨他一顿骂。你说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就那么怕我哥啊？啊，你不怕？我
我有点怕。我也只有一点。呀，哎呀，哎呀，你要骂就骂呗，快点行吗？风先生找我有事儿，请坐。我是想跟你说一句话：被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远远要比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的人要难受多了。而且你把自己的喜欢那么高调的强加于给别人，这是爱吗？这是骚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再说了，这是丽叔自己的事情。对。第一，我是不知道鱼是否快乐，但是我知道他很不快乐。第二，袁丽叔的事情向来由我管。李叔。啊？我的事，确实是他说了算。难道他就是你的那个心上人？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骚扰他。风先生，你怎么知道丽叔的心里就有你呢？难道你是她男朋友吗？我是他最亲近的人，我是他哥哥。丽叔，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呢？现在听说了吗？2瓶瑞尔，一个甜橙味，一个蓝色玫瑰，其中一个要冰镇的。好的。你别那么看着我，抱歉啊。那个，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找麻烦了。没事儿，我这哥哥都习惯了。欢迎我们家丽叔回来。刚那个蒋莲说你已经有自己心上的人了，你是在应付他，还真的有了？那我都多大了，我有自己喜欢的人，这很正常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风月见见呢？那有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呀。我要是先开口的话，那多没面子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是谁能面对我们家丽叔这么不为所动啊？过来，能不能先跟我说一下？你就别操心了，反正我看男人呢，至少是以你为标准的。袁丽叔啊，这个世界上风腾只有一个，你眼光这么高，你不怕嫁不出去吗？哎呀，我要是真嫁不出去呢，我就赖着你，让你养我一辈子。OK。干杯！哇，这些是什么呀？ CPA 教材。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你这是什么呀？
这是 CPA 的教材。选说都不会，怎么考得上？那个大 boss， 我决定了，无功不受禄，我不能白用你的保养品，所以我决定用加班费来抵消。哦，保养品你用了？嗯。看来有正确时间，很好。你就看琳达帮你准备的书吧，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啊？考试？为什么要考试啊？考试？不会吧？不考试怎么能有进步呢？可是我还要上班呢。那就星期六过来。星期六？ 休假不用上班，我有说过让你过来上班吗？我是让你过来考试。我总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更好的为公司服务。是吧？那考1门、2门、3门、5门不可能一下考过了。 考试的时间还有1年，还长着呢。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而且我有办法让你过。真的？只需要1句话。什么话呀？不及格，扣工资。扣工资？ 沈珊珊，过去。乖啊，要不然我扣你年终奖。年终奖，工资。 我终于领悟到一个真理，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老板斗其傻无比。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更是小看了大老板。男人喜欢女人。 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 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不过擦了几天乳液，软绵绵的，手感比以前好多了。话说回来，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要是有人追的话，哎呀，大老板，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别闹啦！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哎呀，好可怕，好可怕！等考
磕上 CPA 之后，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迟早会疯掉的吧。哎，珊珊，哎，阿梅，早啊！早啊！来，哎，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啊，这是什么呀？员工旅行的资料啊，你不知道吗？分团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哦，今年也要去啊？对啊，今年老板办公室啊，原本抽到的是跟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啦。珊珊，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嘞。大老板也要去？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我是去修行的吧？除了挑菜，还得当扛夫。你们去玩，我去可太辛苦了。阿妹啊，那个，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1年吧？不满1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哦，那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不能再花钱了，所以就你们去吧，玩得开心。来啊，太好了，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睡大觉。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啊？所以珊珊，那礼拜6 7点见啦，拜拜。你知不知道，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哎，真的假的？哎，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托他的福，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哎，对了，阿佳，你未满年资吧？未满年资怎么了？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因为大老板要去啊。哎，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每次都只能远远的望着他。哎呀，别说是你啦，像我们不也都这样吗？哪像人家珊珊呀，直通天庭，天天在圣上面前行走。哎呀，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吧。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却被看成是福。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老板要跟我一个团，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随时随地的帮他挑菜。老板，那个，看中什么菜，都是你的。不是，那个，关于那个员工旅行。员工旅行怎么了？员工旅行，我不想去。哦，不想去。天哪，我居然说出口了！那是想留下来考试。考试？老板，能跟你一起旅行是我的荣幸，我后天一定准时到啊！7点集合对吧？那我就故意迟到半个小时，等到7点半甚至8点出现。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我一个人，到时候大伙儿走了可不怪我呀，到时候我就怪上海的交通好啦。这是属于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不是我主观意愿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只要到简维大叔那里报道一下，那就有目击证人了。哎呀，保安大叔，他们都走了是吗？哎呀，我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小时啊，我怎么这么帅呀？哎呀，我的员工旅游啊，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我期待已久的旅游啊，再见了。珊，
珊珊，你怎么还在这呀？我们都等了你1个多小时啦！哎呀，好了嘛，别愣在这了，我们快走了！哎呀，快走了，走了！你们还愣在这干嘛呀？啊，珊珊来了，来，珊珊快！好，大家好，第5条规则啊！来，珊珊快坐呀，坐这边。赖着干嘛呀？坐这儿。快。老板早安，老板。不早了。大老板该不会真的等了我1个小时吧？老板，那个，不是说是7点出行的吗？你听错了。我没有啊。今天是7点钟，那你为什么8点才到？薛珊珊，你这个白痴，这么问不是摆明故意迟到了吗？其实我想说的是，7点集合，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对呀，老板，你说的对，是8点钟集合，是我记错了，我记错了。阿梅，阿梅，到底是几点集合呀？不是说7点集合吗？哦，本来是说7点的，然后老板说太早了，就改到8点了。哎，你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啊？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奸商，奸商，奸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珊珊来迟了，却发现风腾还在等。老板，这个包怎么能让您亲自拿呢？我帮你拿吧。我还亲自上厕所。那个。没关系的，我来帮你拿吧。我身上不背东西，老觉得不踏实。我来帮你拿吧。我帮你拿吧，没关系的。那女孩是谁啊？哦，我路上不是跟你提过吗？就是给我献血的女孩子，叫薛珊珊。你跟我说她挺特别的，我感觉挺一般的，哪儿特别了？我哥喜欢她，特别吧？还特别扭啊！走啦。李叔。哥。冬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我老公出差了，带着投资部的人去海南，难得哥哥选的旅游地点近，我就带着我的好朋友丽叔一起来了。走吧，在这儿聊什么？走吧。冬小姐，丽叔小姐就是你的姐妹淘啊？这是丽书店的老板吧？你怎么知道？我那天路过丽书店的时候，看到那个著名主持人向丽书小姐求婚，那仗势可大了，还有很多媒体在那报道呢。你都知道啦？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啊都会被名利左右的，对吧？丽书呢，从小就跟我还有我哥一起长大，我们是特别好的姐妹，跟我哥呢就像哥们儿一样。果然，老板的哥们儿也是老板。先过去一下啊。好。我哥让你替他背包啊？没有没有，这是我主动要替他背的。他没有拒绝吗？Oh my god！ 天哪，他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了，他会爆炸的。啊！这是我抢过来的，是将不功补过用的。不会吧？你那么怕他呀？难
难道他没有像……没有什么？千万别说是想把我炒了。没有对你好一点吗？我回头说说他。不用，风雨小姐，这种事情不用你亲自去说。而且老板那么忙，他哪有心情管我呀？万一你说了什么，他一个不悦，我除了挑菜背包，搞不好还得帮忙擦鞋、捶背。珊珊啊，我跟你说，女人呢，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虽然工作很重要，但这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事比工作还重要，对吧？我会加油的。加油！加油！原来你喜欢这种女孩啊？怎么也不跟我介绍一下呢？这不是让你们碰面了吗？所以你今天呢，不是叫我出来玩呢，是让我来当亲友团鉴定女朋友的。我和她还没有正式交往。如果非要鉴定的话，我觉得她似乎，还好。我还就是喜欢她的还好啊。你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和家庭背景、经历、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只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她只要负责还好就好了。看起来倒是挺懂事乖巧的。那你为什么让人家帮你拿包啊？像佣人一样，你不心疼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他那是在守护自己的生命，跟我没有关系。于珊珊，喂啊！人呢？走小路。你可以啊，速度不减当年啊！难道我还不如你？来，你没有看见他呀？哎呀，都几点了？就是啊。哥，你看见珊珊了吗？他没有回来吗？这儿也没有人。你们看见珊珊了吗？没有啊。我打个电话吧。没人接。哎呀，他不会出事儿了吧？
我手机呢？我手机呢？怎么办？救命啊！徐先生，徐先生，珊珊，珊珊。珊珊，珊珊，薛珊珊，珊珊，薛珊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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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跑到哪去了？珊珊，珊珊。老板，你怎么了？我脚扭到了，我好痛！不行。怎么办？好痛！走不了了，怎么办？我背你。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老板，要不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感觉你流的每滴汗都在嘲笑我的体重。嘲笑你怎么了？就是嘲笑你自不量力。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薛珊珊，对不起。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薛珊珊，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什么错误啊？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却什么都不做。什么意思啊？这可不像是一个老板对员工说的话，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白马王子跟公主说的话呀。一直
除了前锯腓韧带有些挫伤，其他结果呢都很正常，没事。医生，那个前锯是骨纹吗？就是脚扭伤的意思。多久能好？好好休息的话，也就1个星期吧。谢小姐今天就可以出院。如果想在医院待几天也可以。啊，回家！这医院住1天得多少钱啊？应该挺贵的吧？回家买个膏药，贴个3、5天的就能好。哼，光付医药费，脚好了，命都没了。好，我知道了。那我就请护士帮忙办理出院手续吧。好。干嘛这样看着我啊？我知道这应该算工伤吧，而且对你来说9牛1毛，但我不是财务吗？为公司省着点也总是好的呀。吓死我了你！你这脚怎么了？哎呀，没事，就是扭伤了。脚扭伤，你跑什么 VIP 呀？你是我小姐大错了，对不起，让她一个人落单，所以才会受伤。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还真是挺莫名其妙的。这员工不想去旅游不行，去了又不照顾好人家的安全。这员工旅游不就是团队行动吗？怎么就让我们家珊珊落单了呢？就是。刘，别说，公司大老板，风腾集团的大老板。那个，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端，食物链的最终端，你注意点。刚才不好意思啊，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既然是老板，那招聘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家珊珊的血型比较特殊。今天幸好是扭伤，万一出血了怎么办？老板的妹妹是千金，那我们家珊珊也是我们薛家的掌上明珠。大老板，那个这是我堂姐薛柳柳，这位是我的闺蜜陆双怡。嗨。你刚刚说的没错。非常抱歉。人家大老板，人家是愿意负责任才留在这儿嘛，啊？跟谁撒气你也别跟大老板撒气，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他以后怎么办？丽叔，你怎么在这儿啊？郑琪，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跟封腾比赛的时候比疯了，我也没想到他会受伤呢。你说珊珊啊？不是，我听说没什么事儿，只是扭伤而已，并无大碍的。哎呀，都是我不好，我明明知道封腾这个人急不得呢，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找他比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迷路，你说现在怎么办呢？行了啊，别慌慌张张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嘛。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一见面你就慌慌张张的，我印象中的袁丽叔可不是这样。没事啊，就这么和人事部交代。怎么样了？珊珊好点没有啊？都是我不好。没事儿，要说谁的错，都是我的责任。郑琪，明天去韩国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缓一下？哎，我还正想催你呢。美国艾索尔投资也对 KM 有兴趣，正在积极的与对方接触。我已经让严青稳住对方了，等你明天过去。没事的，你们去吧，珊珊交给我，放心。多谢。慢点。哎呦，行吗？你这个？哎。
慢点，慢点，慢点，1、2、3，哎呀，行了，来，先放这儿，到家了。哎呦，我的天哪，真不容易！哎呀，慢点儿。你不疼吧？不疼吧？你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好，好像你脚小。珊珊，我买了点水果，这放哪儿？啊，那给我吧。袁小姐，你看都折腾一天了，辛苦你了，你赶快回去吧。我没事儿，平时这个时间书店也没打烊呢。哎，我记得王叔给你叫的那个看护应该是明天上午6点到吧？要不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这样的话方便你有什么事叫我。这不行啊！这怎么？你看我们这房间这么小。谁说我们太小了？我们家房子地儿多大呀？再说了，我能照顾你，就不用麻烦你了啊，你就放心吧。是啊，那个双姨也能照顾我。其实，要不是风小姐坚持，连看护都不用的。不只是她坚持，我跟风腾都坚持。要不是我跟风腾比赛比疯了，也不会害你的脚受伤。哎呀，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再说了，这是公司集体活动，再怎么算也算不到你头上，你别放在心上啊。就算是你把这笔账算到风腾头上，可风腾的事也是我的事啊。珊珊，你放心，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那谢谢你啊。风腾的事也是我的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丽叔是在暗示什么？还是我想多了？明天我要出国，照顾好自己。多照顾自己。老板也太奇怪了，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这也太奇怪了吧？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却什么都不做。不过，柳柳和双姨都说的有道理。那个袁丽书态度很明显，是吧？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却还是会不安分地对其他女人放电。刘成浩不也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一眼我就看出来是袁丽书自己上杆子喜欢冯唐。你分析分析啊，要是男女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他干嘛还说，他跟我风腾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这男人对女人放电不一定是喜欢她，只不过是想享受暧昧时的成就感罢了。这完全是袁丽书制造的假象。我可是爱情专家，我的话不会有错的。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不为所动，那老板毕竟是老板，他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袁丽书习惯性的主权宣誓。他对每一个接近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不只是对你。啊？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一路顺风。
别忘了回诊。生病比上班还要准时，大老板，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薛小姐，早餐准备好了，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啊！珊珊，早！你这么早就过来了啊？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啊。坐。哇，这么丰盛，你还说多多包涵，我才不好意思呢。那就不客气了。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一般都会配合我。哦，风腾是你的，风腾是你的，一边照顾我，一边帮我洗脑。这边也转一下。哦。你看看他的。哎，医生，感觉没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石膏哎？不行啊，伤筋动骨100天呢，还是小心为好。那这样吧，帮薛小姐去上个石膏，啊。麻烦了。薛小姐，您的药。还要吃药啊？可是我吃了药会睡觉的。那就休息啊，药是一定要吃的。不想吃。好吧。谢谢。谢谢啊。这狗皮膏药大有功效，专治跌打损伤、消炎止痛、牙痛、头痛都有效，无副作用哦。我接下来几天贴这个就好，不一定非得打上石膏吧。既然会传照，以后每天在石膏上签上日期后，传照片给我。什么呀？人家腿都打石膏了还要管？有一次他特别坏，他给我们画猫，用那种不能水洗的笔画，画了之后我就没法写，我就不敢去上学，一直哭。我记得。丽叔特别厉害，跟他打架，好几天不理他。哎，你猜最后我爸怎么治他？用不能水洗的笔画胡子，一直画，画到我们俩的印子洗掉为止。对，哎，我跟你说啊，他做梦人的能力啊，比他经营管理的能力强多了。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哎，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吗？其实是搭便车，他骗我，他说这个手势可以打到出租车，结果我就发现我打了2个星期都打不到。后来被我知道之后，我就惩罚他，我说那个你必须让我搭你的顺风车，一直搭到我考上驾照为止。医生说你换药迟到了。才过5分钟，脚牙无处不在。风腾说什么？啊？丽叔啊，你跟老板是男女朋友吗？
没有，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你说我们两个都霸道又好胜，从小打打闹闹惯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还得了？也是。这几天风月跟我讲了好多关于老板的事情，我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像一家人一样。而且你对我也不像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又陪我去看病，然后又陪我聊天，还带我去会诊。你对我真的很好，我觉得你都快成我的闺蜜了。珊珊，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是吗？谢谢。我已经跟亚典出版社的总编沟通好了时间，这是他的名片。哦，这是见面的地点。哦。哎呦，你这么快就联系好了，你真厉害！我这托朋友找了一圈也没联系上，你这帮了我大忙了，省了好多事儿。你真棒！哎，还有你照顾我们家珊珊，谢谢啊。其实这倒没什么，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哦。我只是牵个线，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OK， 明白。哎，你等会儿，那个。好东西，家里就是这个多。那个，咱俩庆祝一下呗！我特高兴，来，碰一下 ，real 可好喝了。谢谢。嗨，对呀，现在快到年底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激增。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虽然说起来不好听，你就当是老天爷给你赏赐的假期吧。真不好意思啊，我会尽快回去工作岗位的。嗨，没事儿，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阿佳，赶紧核对一下。哦，好。哎，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工作了。好，拜拜。以我的资历，病假超过3天扣工资。我想回去上班。看你怎么说。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伤没好，扣年终。扣年终？扣年终？1天的工资是，4天的工资是，然后我到职4个月，按照比例的话，什么？我年终多了57块钱，57块钱就不放过。